有分析认为，美国也是中欧关系日渐复杂的一个关键因素。在刚刚结束的2023从都国际论坛上，与会欧洲多国前政要呼吁，欧洲必须保持战略自主，欧中关系与美中关系是两个不同的故事。 If they want to kind of cut the world on blocks, we Europeans and China shouldn't buy that. It's not a world of divisions and of blocks, but it's a world of cooperation. And that is why the European Union, even being today under pressur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has to resist that pressure and has to continue building up relationships with China in any possible way.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中欧领导人会晤前夕，欧洲大国英国的外交大臣卡梅伦在其即将开启访美行程之前，与中国外长王毅进行了通话。深圳卫视注意到，中方发布的通稿中，王毅是应约与卡梅伦通话。 王毅在通话中提到，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维护国际和平稳定都负有重要职责。中英互为发展机遇，希望英方树立正确对华认知，把握好中英关系发展的大方向。 卡梅伦则第一时间在社交平台上表示，他和王毅已经谈到了建设性英中关系的目标，并称双方对巴以冲突、乌克兰危机等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英国《独立报》指出，卡梅伦曾作为英国首相开辟了英中关系的黄金时代，与这个亚洲超级大国建立了密切的经济联系。 尽管现任首相苏纳克坚称黄金时代难以回归，但卡梅伦此次与中国重新接触，对于英中关系来说是一个罕见的积极信号。无论是时机还是通话的内容都非常值得玩味。卡梅伦在通话中还是表达了对中英关系的期待，而且我们尤其看到这个王毅外长的表态，实际上仍然中方对中英关系的积极发展呢，也是有着很大的期待。现在随着中美关系的进一步稳定，也随着中欧关系的进一步回升，那我想对英国来说其实他感受到的压力会越来越大。在这个背景下，我想特意选在他出访美国之前和中方通电话，我觉得这也体现出英国接下来可能希望更多的在中美以及其他大国之间呢，去发挥它的一种所谓平衡的作用。 路透社的报道提及，卡梅伦向中国外长拨去电话，寻求与中国对话合作，与英国目前身处的困境也有一定关系。当前，英国经济增长陷入停滞、高通胀、高负债、高利率的三重压力之下，越来越多地方政府财政难以为继，破产危机已经横亘在眼前。 上周，诺丁汉官宣破产，成为2020年以来第8个宣布破产的英国地方政府。现在对英国来说，在面对脱欧困局的时候呢，它实际上急需不仅是要扩大外部市场，同时它也需要在投资在金融方面呢，得到更多的这个支持和协助。 外界注意到，就在卡梅伦打来电话的第2天，也就是他访美启程的同日，王毅应约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王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拜登总统在旧金山成功会晤，确定了面向未来的旧金山愿景，具有里程碑意义。 当前双方的重要任务就是延续旧金山会晤积极效应，把两国元首的共识落到实处，巩固中美关系企稳势头，推动中美关系朝着健康、稳定、可持续的方向改善发展。这是中美共同利益所系，也是两个大国责任所在。 王毅再次强调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严正立场，要求美方不得干涉中国内政，不得支持纵容任何台独势力。双方就巴以冲突交换了意见，同意就中东局势保持沟通。王毅表示，当务之急是尽快停火止战。布林肯介绍了近期访问中东的情况和美方对局势发展的看法，赞同应落实两国方案。